好，不过回到这个环境部的主管业务，最近4阶这个议题，然后在环评嘛，那所以就传出来说，有人叫你小弟，说那个环评应该就是差不多过了啦，还没评你就知道，是通灵吗？这件事情你要不要跟我们讲一下原委？好，小弟那个事是我在我脸书上面写的啦。为什么呢？因为我看到隔几天有人要开记者会说，因为经济部的郭部长，就是有一个媒体写郭部长说，郭部长说藻礁有什么用？撸蕊就好，撸过去就好。而且他还评论说，他当面指责我环境部长搞不定环团。指责我，那我就澄清了。其实第一个，他是问我说：“彭部长，黑的藻礁溪要干嘛？”他问我，他不知道藻礁可以做什么，因为他也没有看过藻礁啦。我的妈呀，经济部长对郭部长，他问我说藻礁它的功能是什么啦？他问我啦，那我说这个生态它有它的生物链的关系，所以很重要，所以还是要珍爱藻礁。所以我跟他解释这个东西，他没有念我，也都没有骂我，但是环团就引述那个东西来攻击这个。4阶早就要过了哈。那其实我观察其实我自己在内阁里面，虽然我的年纪轻，我的年纪算比较轻的，但是那些我每一个人都比我有政治的历练，所以我是未必，我都会去当，我都去学习的，我都去学习，甚至我到环境部，我的1级主管年纪都比我大，所以我必须跟你说，我去环境部，我觉得我是当小弟一样。我觉得领导就是当小弟服务大家，当我服务大家，大家相信了我，而且大家合作的愉快，自然而然我不用去主导你，我就可以领导大家。所以我是用这种心情，我在民间就是这个样子，各种领导工作。那环团呢，很习惯叫环境部小弟，你就是经济部的小弟，所以经济部叫你干嘛就可以干嘛。可是我必须说，在过去这8个多月，其实我跟经济部有很多的折冲。很多的讨论，有合作也有冲突，但是我觉得我们是对等的。我从来不会觉得说我从部的立场，我是部长，他也是部长，我不会说他的钱比我多，我就是小弟，我从来没有这样想。我有一点好奇，就是说，不管是藻礁，或者是这一次的这个4阶是因为协和电厂的问题，对。好，那不是都是应该经济部的业管的业务吗？那不是应该要发电？所以他问你藻礁啊，他也问你这个4阶这件事情没有4阶的议题，我跟郭部长从来没有讨论过。我从来不会跟开发的这个主管部长问我，你可不可以让我过？从来不会，我也从来不会打电话给环评委员说，你这样给我过，或者暗示说你一定要给我过。我从来不会下这种指导棋。那经济部有没有觉得说这个我们是一定要做啊？所以这个环评应该也只是过个场。我们在内阁会议的时候，其实他们有一些部会有开发的不是只有经济部，有时候也有这个国科会，有时候也有交通部。他们做任何一件的重大的工程跟环境有关的，都会送到环境部来做审核。那我呢，就是把关，我就是一个裁判者。我会请环评委员来审查这个环评案对环境有没有冲击。如果有冲击，那第一个一定要回避，或是把它缩小。或是说缩小，或是说我们把它减轻，或是我们最后没办法要补偿，所以有4个原则会去做处理。所以基本上呢，这个有一个过去有一个很好的 SOP， 我们过去通过了大概有750个环评案。那不过的也有还蛮多的。那其实这个呢都是一个程序来保护守护的环境。那我们呢就是一个裁判者。我就是裁判者。那会不会有人觉得说都是政府在办啊，所以就是找一些这个立场比较偏颇的专家来做这件事情，球员兼裁判。基本上我个人相信说，我们台湾有很多的制度，你如果连这个桌子就这样翻掉的话，那你要相信谁？我的那个委员不是我任命的。现在的环评委员不是我任命的，是前一任任命的。他们其实有他们独立的判断。有人说 yes or no， 你如果坐在里面开会，你就知道说他们都是一个很有原则的一个专业的人员，都是大学教授，主导的都是大学的教授，他们有他们的一个专业。所以其实这个是不容许说你说我叫他过就可以过，或是说他没有专业，我们必须尊重专业。那个本来就是一个专业的一个审查。所以环评呢，就是我是一个裁判者，我把这个方式有初审有大会。像这次4阶，其实它是一个初审。我必须说，他经历了6年，没有办法过。那有些的环保人士，他用一些方法一直去阻挠，
不让它过，甚至就是要翻桌。但是我必须说，我从我的立场，我就是把这个平台做好，你们好好的去那边沟通，甚至我们过去民众旁听，只有20个人可以弄。因为你如果要每个人进去都去讲话的话，你说那怎么开一个会？我们租体育场大巨蛋让大家不可能，所以我们有一定的规范。那像这次我们为了要扩大，所以其实很多的民众来参与，我们50几个人可以来发言，一个人3分钟，就从早上10点一直讲到下午2、3点，每个人都讲个3分钟。然后再做回应回答，有很多的程序，其实我们都按照所以其实是更开放的、更多的声音纳进来。对，所以其实我是在保护大家不一样的意见在里面可以澄清。可是也有人认为说，我讲的你都没有澄清。事实上，你讲的跟他回应的，你都没有听别人怎么回应的，或是说你直接否定别人回应的，听不进去别人的话，这是我自己，我身为因为我这次我并没有参加这个环评大会，是由我的政务次长来主持的，所以其实我在远远的在看直播，我跟每个人都一样，我就关注到有些人会用一些非常极端的一个手段，然后来否定我们的环评委员，否定这个制度，那其实就想要把这个桌翻掉一样，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不管你们怎么讲专业的话，我就是不要。对，就毫无沟通可能。就是我跟你讲我的理由，你完全听不进去，就是你就是不能让他可以有任何的做法，因为其实任何一个开发案都是一定可能会对环境有影响，那就是请这些专业人看对或不对，所以我们必须去尊重这些专业人士。而且你刚刚讲到有4阶段：回避、缩小、减轻、补偿。所以不是0跟1的问题，不是0跟1。开发经济发展跟这个环境保护绝对不是零和游戏啦。对，就是它是一个协商折冲的过程。对，所以如果像我自己主持过5次的环评大会，我以前没有参与过，都是外面这样看而已。可是我主持的过程当中，我就发现说，很多人说，你看你的那个结论都写好了。结论都写好了没有？因为以前一定要有一个会议要流程嘛，一定会预拟结论，所以我们的同仁都会说过或不过，都会先准备好。可是我们现在同仁已经很厉害，他们一面听大家在表达意见，一面在逐字稿共笔在分享在打，所以他们就会写好一个草拟，因为都可以听到大会每个人谈论之后，可以有一个大致上的结论，所以他们预拟出来，然后我们根据那个再来改，所以都是线上即时在做的。所以绝对没有说什么我先拟好一个结论稿，绝对没有这种事。没有，我必须跟大家讲，其实我有我的专业，我也跟国人说明，我从上任的第一天，我总统、院长或是我们其他没有人跟我说，彭部长，这还要几月几号你要给我过，从来没有这样过。反而是说有一些开发单位，例如说经济部，然后交通部或是国科会等等，他们有一些开发案要开发，当他们在报告的时候，反而会说，为什么我们的工程会阻拦，会延后，都是环评。那我就反过来说啊，是因为你们的环评的计划没有好好写，没有听懂我们各界的这个需求，请你好好写。你如果顾问公司没有弄好，我们有一定的规范，我告诉你就是这样做，你照这个规范，你有可能就会过，你规矩的做就可以过，请不要用一些别的方法。所以我是在建立这个环评的制度，我是一个这个制度的维系者，我不是当小弟帮你们背。你捍卫的是制度就对。对。但是我很不喜欢的就是说，你就直接叫我小弟。因为你这样叫我小弟的当中，你就会只对我指指点点，叫我做什么，那我就变成你的小弟。我很乐意当环境的小弟，所以我这2天也跟我同仁讲说，像我在环境部，我是帮我们同仁的忙，我同仁有什么需求需要跟部会协商，他们会拜托我就去做这个事。我也是我们很多的司处长的小弟啊。那我相信我这样服务他们之后，让他们工作更快乐，让环境部就可以提升起来，这个是我的原则啦。所以你其实某种程度有一些为难，因为环团说你是经济部的小弟，然后呢，可能拥护经济派就会认为你是环团的小弟，就是两边都是我大哥，所以你要在中间找出一个双方可对话的这个中间点，其实是一件辛苦的事啦。这本来就很辛苦。对。那这些环评委员，大家就会质疑说，到底公正不公正？你刚刚提到了，他们都是
学有专精的教授。那有政府的官方代表在里面吗？有，我们总共环评为21位，然后民间的很像是15位，政府的大概是6位，我可能数字上，那政府的也蛮少的。政府其实是例如说，有些涉及到农业，然后涉及到这个公共工程，还有交通等等，其实也有一些代表在里面。但是其实有些有初审，有大会，其实以政府的角度，如果要开发的话，其实不见得容易过。对，我们有否决过很多的案子哦。就是说官方只有6个比15个，就算这个官方想要碾压也碾不了啦，因为你这开什么玩笑，6比15大了吗？没有碾压，绝对没有碾压这件事情，请不要说意见跟你不一样，你就是碾压。就是这个就是一个专业的一个审查，这不是立法院，环评大会不是立法院，所以我看到有些委员一直说程序问题不公平吧，其实我们都有一套的规则，所以我去主持那个会议里面就是照那个规则走，那个是一个我们台湾好不容易20-30年来建立一个制度，过去冲突很大。过去很像我一个环境部长、环保署长，我就可以决定过或不过。我必须说，在那个会议里面，不是我可以决定的，是大家的共识决。那所以4阶这件事情目前是通过了初审，接下来还有大会。对。那所以我看到就是双方都有一些新闻出现了，譬如说有一些里长就要赶快给他过啊，因为他们也期待说啊，是不是协和电厂这件事情，可以，如果可以更不要环境污染，其实这也是一件好事嘛。那所以什么时候会开大会来处理这个4阶？好，其实这个还是要看台电他们自己。我第一个，这要开发单位他自己送回复的意见出来，然后再送一次，送到我们的大会，我们就可以来决定。他越早提出，那就可以越早审。那他最晚是4月30号。那就看他自己什么时候提出来，这个我们不会干涉。所以最晚4月30号，台电必须提出来。对，这是最晚。他如果说好明天就可以做得完的话，他赶工的话，像立法院那么努力的话，就来的话，那我们就会赶快来排。这个我们不知道时间点。好，在你们这个过程当中会不会有一些地方政府通常都会站在这个保护我们的环境的这个角色？那所以谢国良他其实也出席了，对，就是说在这个会议当中，谢国良市长的出席会不会对于这个会议当中产生一些压力，看不见的无形压力？我记得去年因为我还没上任前，谢国良市长就说要拜访我啦，谈这个4阶的事情然后那时候因为我还没有上任，所以我就不方便的碰面，因为我那时候还不是环境部部长。然后后来呢，这个我上任之后，我曾经因为基隆发生过这个台风，有一些崩塌，我有去看，我有去帮忙看，然后也补助了这个基隆一些费用，所以在那个场合有碰到谢市长。那其实我相信他也做得蛮认真的。那他这次来，我有仔细听他的这个言论其实他没有像之前这么的反对，他反而是一种保护市民的一个角度，希望大家好好审，严格的审，严格的审，过或不过就让这个环评委员会来做决定。因为他要环境保护，可是他却又要辉达，就这件事情有一点矛盾。辉达要用很多电，所以这个4阶其实，政治跟经济这2件事情曾经有要选总统的人说，政治就是为经济服务的，也就是说，在你环境部，我们刚刚提到了，你嫁接一个平台，捍卫这个制度，然后让双方意见各成，你会站在你的立场，你会不会常觉得有一些为难？然后经济很重要，但是环保也很重要，但是会不会到底那个天平应该怎么样调？对现阶段的台湾是比较好。好，我记得我前几天跟那个卓荣泰院长，因为我快满8个月，我跟他分享我的，他也关心我做的辛不辛苦，因为我从民间来。第一次从事这个政府的工作了那他也问我到底适应的如何啦，我跟他说还可以啦那我跟他讲其实我觉得我努力把环境守好，就是台湾一个价值，因为你钱再多，如果空气不好，环境不好了，你不会住在这边，所以我会努力的帮台湾再打造一个新的。更好的一个环境，让大家有感的，我会努力做。那他听了还蛮高兴的。我认为经济发展
跟环境，我们的宪法是说要必须兼容并蓄，很难的，很难。但是我认为是，要经济发展，可是还是要以环境保护为优先，这是我的原则。但是环境保护为优先的定义是什么？不是，是我们要从专业的考量有一个定义，而不是说，大家的觉得谁觉得是要有一个专业的评估，对环境的冲击危害是最小的为一个原理。所以我刚才讲过那个4个原则，我们必须第一个要回避，要减轻，或是到最后不行的要补偿。所以我们会照这个原则，这是过去这么多年的环评的结果。所以环境还是得要放在经济前面一点点。我身为环境部长，我一定会遵守这个原则。所以当很多的部会说他要开发的时候，我也会跟他讲，你一定要把环境放在最前面，你才有可能过。不是我说可以过，但是你这样的话，你把环境放在前面，你保护环境优先的话，你就比较容易过。我记得部长你上次来的时候，其实提到了很多，譬如说什么 SRF 啊那个东西，然后你还带了一个那个垃圾的那个东西来嘛。然后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是说，这个光电的环评，然后有一些的状况就会让大家觉得说，是不是我们的审查很松啦？然后等等，他们地方这个审查就会比较没有严格的制度。那这些问题的进度处理，环境部这边，第一个是光电环评或是一些旅馆，等等，我们还是收回来我们环评。其实我们当时是同仁希望说，帮地方扶植地方，因为环评有2件事情哦。第一个我让他过或不过，第二个呢，我要督查他过了之后有没有符合环评的原来的承诺。所以其实这要有2件事情，一个是环评的审查，一个是监督哦。这2件事哦。那我们环境部呢是管全台湾的大型的，很多地方都有环评。那他们环评呢，应该要把他们做好，但是地方的人力没有那么的多，而且地方县市政府呢，其实有重视或是没有重视也有差别，所以我们希望把他们拉到同一个基础，因为我们都是大的，可是如果地方小的旅馆，它如果通过环评之后随便乱弄呢，废水乱丢呢，其实那个是地方要监督的，所以我们看到地方有问题了，所以我们希望地方把它拉起来，也让他们多一点案子可以去审。这个是当时的初衷。那后来呢？当然社会上觉得说地方问题太多，所以还是希望我们来做。所以权力现在是收回来中央这边自己做。多数大型的，所以有例如说旅馆开发，或是说一些这个大型的，都是我们还是回归到例如说太阳光电还是维系在我们来做。那什么 SRF 的那个厂呢？还是我们，还是我们。所以其实。用这样的方式，我就觉得可以确保，但是我还是希望地方可以做得好，因为我觉得未来财划法通过之后，其实地方突然增多了很多的经费在那边，其实我也观察到，有些县市对于环保的重视程度是不一的，有些县市很重视哦。有的不大重视哦，有的垃圾分类很努力去检查哦，这个垃圾量减低很多，有些县市是很高的，所以我也担心未来每个县市在环境保护的脚步不一样。而且因为财划法这个3700多亿被地方拿走之后，因为权责就会不太清楚，钱拿了，但是有没有负担起更多的责任这件事情，其实你很难被掌握，所以它仍然会陷入一个循环，就是。各个县市它的标准是不一样的，它可能想做的事情是不一样的。那这个东西要怎么办呢？就有些就真的比较松啊。那所以中央如果要检查、要督导，那地方不做，你们有办法吗？目前老实说没有办法，因为这财划法，我举例啊，像现在全台湾的这个一般，除了台北市几个都市比较有钱之外，全台湾的大多的垃圾车是我们中央在。帮忙补助的，有在补助的，垃圾车，垃圾车、清洁车、垃圾车，那个跟我们每天生活有关吧？你总要倒垃圾吧？那个是环境部中央在补助的，补助给地方。真的？对，真的有在补助的，很多很多的，我们一年都要补助个几百台。那财划法被抢钱之后，你们就不要补助啦，看你们受不受得了垃圾堆起来。如果说按照原来财划法，其实因为财划法修正其实都没有谈这些事情，所以我觉得，那是不是应该地方要做这个事？因为我这边变少了嘛。可是问题是说，好，这个给地方做，可是地方有些县市首长会重视这个的比较多，
啊，有些县市呢不重视了，就一直还跟我们要钱。我也有看到这样的一个现象，所以其实未来那不是完蛋，有些县市可能垃圾就开始一大堆。以前就是说我们很认真的，像我，其实我担任环境部部长，其实很多人期待我是要做气候变迁的，但是彭部长你怎么跑去搞垃圾啊？常常去看垃圾山，都是他的事，都是他的对，工作。我认为说我如果气候变迁做得好是应该的，可是我如果连这个垃圾都没有处理好，大家会接受吗？所以我还是很勇于认识的去面对垃圾的问题、垃圾山的问题。所以我是觉得，未来如果财划法过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我的隐忧就是说，其实每个县市首长对于环保的政策的支持是不一样的，对清洁队支持也不一样，所以这个就会造成后面的差别很大的情况。那怎么办啊？那些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我觉得应该你们在这个部长碰到部长的时候，你们会不会互相吐苦水说，对啊，接下来要怎么办？我不知道啊。可是我是觉得无论如何啦，当然我们心里面会觉得这个怎么会变动那么的大啦？但是我是觉得我既然做的工作还是要解决问题嘛。可是你们没有钱怎么解决问题？财划法被抢钱，然后中央政府总预算被抢钱，那所以你们几乎就是砍手砍脚，只剩下2条腿啊。我还是要做啦，但是我是心里面有一点没有钱怎么做？就是很辛苦的来做，所以大家要我有时候会跟大家讲哈，说你们可以来批评我，我会努力做，我都摊在阳光下，你可以来批评我做的不够好，但是也请给我多一点点时间，因为会不会就是之前原本做的这些事情，现在全部收回来，我只做20%啊，多的不好意思没有。就变这样，我不希望这样，因为时期也知道我来自民间，其实我在民间可以发挥得好。我既然来政府做，我就希望发挥我的效能。对啊，而且你超有理想性格的，就是要做好。我就会努力做。可是如果按照这样的情况下，就会不知道说该做或不做，或是说你有理想做，你说出去之后根本就做不到，因为你没有钱了。这是我担心的。哇塞，怎么办？我们越讲越悲哀啦。好的，